夫妻之间有3句话一定不要对老婆说，因为一旦你说了就会伤害到她。看完如果觉得有道理，可以点赞转发给需要帮助的人。第一，随便你看着办吧。当女人满心期待的来询问你的意见的时候，肯定是因为自己拿不定主意啊，希望你能够给她答案，让她安心。可你的毫不在意甚至是敷衍会让她感到失落，她会觉得我都结了婚了，可这日子过得跟单身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？连个可以商量事的人都没有。这些话你老婆听多了以后就不会主动再来问你些什么了，慢慢的也就不再需要你了。第二，能不能别来烦我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无论你遇到了什么烦心事，当你的老婆过来找你说话时，也不能对她说这句话。婚姻的基础就在于沟通，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在破坏自己的婚姻基础。你的女人不来烦你，难道去烦别的男人吗？她想找你沟通，你却让她闭嘴，久而久之，你就会把她越推越远。第三，你看看人家，但凡有点脑子的男人都不会这样说。你看谁谁的老婆有多贤惠，你看人家多会打扮，你看人家脾气多好，那你怎么不看看人家老公是怎么哄老婆疼老婆的呀？人家老公每个月给老婆多少零花钱？所以啊，千万不要拿外面的女人跟自己的老婆来比较。你这样说不仅会伤害到老婆，而且也暴露了你自己本身也没多大本事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有本事的男人和没本事的男人区别在哪里呢？一个有本事的男人从来不会在自己家人面前乱发脾气，他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用心的呵护家里的每一位成员，但是在外面他一定是一个强者。反倒是没本事的男人才会在家里处处的表现他的大男子主义，丝毫不懂得尊重老婆，对老婆呼来喝去，家务活更别说了，在他的意识里根本不是男人该做的事。只要哪点不顺他的意，他就开始抱怨指责，压根没有半点对家人的包容心。但一到外面呢，他的腰杆就挺不直了，因为他没多大本事啊，别人为什么要让着他呢？在有本事的男人眼中呢，他的女人一定是娇弱的，是永远需要被呵护的小公主。他会处处迁就老婆，爱护老婆，生怕她会委屈难过。你老公是属于哪一类男人呢？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对于婚姻不满意的女人，都是因为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，一生都在追求这个男人要对你好，结婚前他对你好，所以你就嫁给他了，结婚后还要继续对你好，关心你体贴你，那样你才能幸福。如果今天他对你不好了，那你就好难过好痛苦。这是很多女人在感情中最大的死穴，把一生的幸福和快乐都指望在男人身上。一个成熟的女性，她的感情观应该是这样的：你对我好，我幸福，我感恩；你对我不好，我也会幸福，因为我的幸福感不来源于你，你主宰不了我的幸福，这样才对嘛。那我再来告诉你们，男人的感情观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女人有没有价值。你不用对我好，我只要觉得你有用就行了。男人会盘算，会左右权衡，他考虑的是价值，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很清楚，接下来会造成什么后果，代价是什么，这个代价值不值得。因为一个人对你好，其实就是一种投资。有一天他不想投资了，就会停止对你好，尤其是35岁之后的男人。所以身为女人，你要明白，你们是感性的，但男人是理性的。如果你非要这个男人一直对你好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但是你必须要持续的提高自身价值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如果你已经嫁错了人，暂时又不能离婚，那么如何让自己不再受罪呢？以下3个自救方法或许能帮到你。首先，把老公当作普通朋友相处，不要再把他当成老公或你的专属品，更不要想着去改变他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，试图改变别人往往会让你失望。与其自寻烦恼，不如接受他本来的样子，减少不必要的争执和冲突。其次，利用他的价值。如果他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贡献，比如挣钱或做家务，那就好好利用这些价值，同时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。如果问题难以解决，可以暂时搁置，有时候不解决也是一种解决方式。避免让误会加深，保持冷静和理智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婚姻中的问题。最后，请管好你自己。婚姻已经选错了，那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，不要整天围着老公孩子转，要懂得关注自己的事业、工作、兴趣爱好，改变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这样才能让他们刮目相看。
同时也要明白，你不是孤独的，有许多女性都面临类似的问题，要学会从中找到支持和鼓励，互相分享经验，共同成长。总之，婚姻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不要让自己受罪。通过以上3个方法，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、更有价值。记住，改变不了别人，那就改变自己。男人最抵抗不了什么样的女人呢？有人说，凡是恋爱老手的女人都没有一个善终的。其实我们需要学会用男人的思维去谈感情。这里有4点建议给到你们。首先，不要过于频繁地与对方分享琐碎的日常。你会发现，男人在与你相处时通常表现得很热情，但离开后他们可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事情上，不像你一样时刻的保持联系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其次，在吵架时不用急于求和，有时候给彼此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冷静下来是最好的处理方式。如果你能沉得住气，那么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，从而更加的重视你。第三，处理大事时要坚决，而小事则可以放宽心态。男通常不会因为小事而争吵，所以当你发现他们愿意为你付出经济上的价值时，一些小事情就不要过于计较了。第四，保持自我。男人通常更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欲望，而不是单纯的对你好。你了解并且尊重这一点，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而失去自我。最后，不要把爱情当作生活的全部。男人在热恋后可能会将精力放在工作、个人兴趣或者赚钱上，所以不要让爱情占据你生活的全部，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追求。总之，用男人的思维去谈恋爱，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或变得功利，反而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男人，而使你与他建立更健康、更长久的关系。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在恋爱中保持真实与真诚，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幸福的爱情。女人说了这样的5句话，竟然把婆婆气哭了。你们来听听看，她说的对不对？第一，他是你儿子，你可以处处照顾他，但他是我丈夫，我们2个人之间应该相互照顾、相互扶持，不应该让我一个人为这个家付出，他像大爷一样坐享其成吧。第二，你的儿子有多懒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他睡懒觉，你说让他多休息会儿，别打扰他。我想多睡会儿就是在偷懒。他在玩手机，我在做饭带孩子，他难道不应该过来帮我吗？第三，不要总说谁家的媳妇儿有多好，再好那也是别人家的，不会给你买一件新衣服，也不会给你养老。想要一个好儿媳，前提是要有一个好婆婆。第四，你想让儿子孝敬你，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可以理解，因为你对他有养育之恩，但不代表我就欠你什么。如果你想让儿媳孝敬你、感恩你，就先要对儿媳好一点。第五，我回娘家给我爸妈买点东西，请不要说我乱花钱，他们把我养大，我孝敬他们，这都是作为子女应该做的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什么样的女人会让男人永远有新鲜感呢？90%的女人都不懂，这是我从上千位来访者案例中总结出来的3个感情原则。只要你守住了，就会对男人有持续的吸引力。守不住的话，你付出再多，男人也不会珍惜你。尤其是最后一条，点赞收藏，反复学习。原则1，永远别在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爱上一个男人。男人对你来说只能是锦上添花，不能是雪中送炭。你优秀的时候，他的爱是爱；你差劲的时候，他的爱就是施舍。可能有些女人会说，我什么都有了，就不需要男人了。其实不是你经济独立了就不需要男人了，而是当你经济独立后就可以考虑男人了。女人呢是离不开男人的，而男人也同样离不开女人。原则2，对男人的抓力来源于你的智慧，而不是你有多爱他。说白了，爱情就那么几秒钟，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博弈，也就是学会相处。你对他有价值，他自然而然把你捧在手心里。你若毫无价值，甚至还成为他累赘的时候，不要妄想付出多少爱，他就会回报你多少爱，反而付出越多，你在他的眼里就会越廉价。原则3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女人这一辈子呢，想要过得通透，首先要降低对男人的关注，增加对自我的提升。说句实话，当你自己优秀时，别说男人喜欢你了，连女人都会喜欢你。
别再找什么灵魂伴侣，找到最后你会发现，最后的灵魂伴侣其实就是你自己。爱上自己才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家还在，爱全无。这是你想了很久却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吗？我竟然有了连孩子都不想要也要逃离家的念头，宁愿一个人在外上班，再苦再累都不愿意待在这个没有爱的家。说实话，结婚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会把婚姻过成这样，无爱无话，甚至无钱，除了拿命换来的孩子什么都没有了。家还在，爱全无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。